OK，今天啊，我们来聊一个，我想应该是很多公司都觉得超头痛的问题，就是库存。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从一个烫手山芋变成你手上最强大的数据武器。你可以想一下哦，对很多公司来说，这根本就是每天都在上演的噩梦，不是货叫太多，就是货根本不够卖，真的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拉扯。你看哦，叫货叫太多，结果是什么？就是大把大把的现金全部变成一箱一箱的货卡在仓库里，完全动不了。那反过来叫太少呢？客人上门要买，你却只能两手一摊说没货了，眼睁睁看着钱从眼前飞走，是不是超级烦？但如果我现在告诉你，其实有第三条路可以走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切入主题，来看看这场凭感觉跟看数据的战争，我们到底要怎么打才能打得漂亮，才能赢。等一下呢，我会带着你一步一步走过一个完整的工作流程。目标是什么？就是要让你亲手把那些可能有点乱七八糟的采购单，直接变成一份超级精准的自动化建议报告。而且你知道最赞的是什么吗？要打造这个超级强大的预测引擎，所有工具通通免费，你只要打开浏览器就可以直接开始用了，是不是很棒？基本上你只需要准备3样法宝。第一个 Google Colab， 你就把它想象成是你的数位工作室。再来是 Pandas， 这个是你处理资料的瑞士刀，超级好用。最后最重要的 Scikit-learn， 它就是我们整个系统的 AI 大脑。好了，工具我们都准备好了，那最关键的问题就来了，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那一堆看起来冷冰冰的销售数字自己开口说话，告诉我们它背后藏着什么秘密？其实这个有点像魔法的过程，它的专有名词叫做特征工程。你听起来可能有点复杂，但其实你可以这样想，我们就像是科学家正在解读你公司销售记录的基因密码，也就是它的 DNA。 那要解开这个基因密码，主要就靠2大招。第一招是把时间这个很重要的因素给拆解开来，然后第二招，我们要创造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东西，它叫做滞后特征。注意听哦，接下来这一点可以说是今天所有内容的重头戏。如果说整个销售预测系统是一个人，那这个滞后特征就是他的灵魂，没有他，其他一切真的都是空谈。我觉得这个比喻真的太贴切了，对吧？他的意思就是说 AI 模型不能只看今天的状况，它必须回头去看，昨天怎么样，上礼拜怎么样，它必须回顾过去几天甚至几个礼拜的数据，才能真正看懂整个趋势，然后才能准确的告诉你明天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OK，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AI 会看过去的资料。那有了这些概念之后，我们就来实际看看 AI 到底是如何把这些零散的线索全部拼凑起来，最后变成一份你可以很有自信直接拿去跟老板报告的精准预测。你知道真实世界是很复杂的吗？可能突然有个大促销，或是竞争对手突然降价。为了应付这些突发状况，我们不能用那种太简单的模型，所以我们要用一个更聪明的演算法，叫做随机森林。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经验超级老道的侦探团队，而不是只有一个侦探，所以他能看穿各种复杂的市场变化。那你可能会问，这个侦探团队到底有多厉害？当我们把它训练好之后，它的预测可以准到什么程度？答案是平均误差只有正负5件。对，你没听错，就是这么惊人，只有5件。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下一次开会的时候，你可以非常有底气的走进去，直接跟老板说：老板，我们用 AI 跑出来的预测结果跟以前我们凭感觉乱猜的相比，准确率整整提高了20%。当然，光说不练是不行的，我们直接上证据。你现在看到的这张图，蓝色这条线是实际的销量，然后橘色这条线是我们 AI 的预测。你有没有看到这2条线几乎是完美的贴合在一起？这就证明了我们的 AI 真的有抓到市场的脉动。但是一个准确的预测其实还只是故事的前半段而已，真正厉害、真正能改变游戏规则的地方在后面。我们要做的是让这个预测自动变成一个可以被执行的决策。
其实方法很简单，我们只要设定一条公式，你看哦，就是用 AI 预测下个月会卖掉多少，然后加上我们希望保留的安全库存，最后再减掉我们仓库里现在还有多少货，这样算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次建议要采购的数量，完全自动化，以后再也不用为了这个伤脑筋了。我觉得这就是整个流程最惊人的地方，也是最终极的回报。你想想看，以前可能要花你3天在那边拉报表、开会，甚至还要跟同事吵架，才能决定要叫多少货。现在呢，只要按一个按钮，3分钟，一份完整的报告就出来了。这就是数据的力量。好，所以今天我们算是一起走完了这趟从凭感觉到靠科学的旅程。那现在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你，在你自己的工作里面，除了库存管理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地方也迫切需要这样一场由数据驱动的革命呢？你可以好好想一想。